我最近看到一件事情，让我觉得很不安。有一个频道20万的订阅，辛苦经营了好几年，某一个早上打开后台，盈利资格不见了，没有任何的预警，没有任何的解释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做的事情，很多人现在还在做。如果你的频道目前已经在盈利，或者正在冲向盈利门槛，那这支影片一定要看完。因为今天我要告诉你3个出发点 ，YouTube 正在用这3个标准，悄悄的把一个又一个的频道踢出合作伙伴计划。还有 Squa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。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事业来做，记得订阅。我也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，你可以透过留言区去免费下载。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，我想先说一件事情 ，YouTube 它的盈利政策说真的写得非常模糊，有些人说是故意的，为了保留弹性，让他们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有空间去做判断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创业者会一头雾水，我明明没有违规，为什么还是被取消盈利了？我自己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，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翻 YouTube 的各种资源的页面。老实说，有时候我觉得那些规则根本就不是写给创业者看的，更像是写给律师看的。原因是很多人没有通过的不是明文规定的规则，而是一个隐形的测试——广告主信心测试。YouTube 的广告收入来自于广告主愿意把他们的钱花在你们的内容里面。一旦他们对于你的内容失去了信心，那频道对于 YouTube 来说就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了。好，现在让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原因里面。那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你的频道建立在了你不拥有的东西上面。你有没有看过这种频道？用迪士尼的角色做问答，用任天堂游戏里面的画面做猜谜，用某个知名的 IP 的素材做盘点影片。这类频道在 YouTube 上面是多如牛毛的，而且很多看起来都活得好好的，所以很多创业者都会觉得这样做应该没问题吧，别人都在做。我完全理解这种心态。说实话，我刚开始做频道的时候，也曾经想过要走这条路，因为那个时候看起来真的很容易复制。但是问题在于，大多数这样的频道都只是还没有轮到他们而已。版权的世界不是有没有违规，而是有没有被抓到。这两件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，关键在于一个字：转化。转化不是我剪辑过了，不是我加了字幕，也不是我改成问答形式了，那只是换了一个包装，里面的东西还是别人的。真正的转化是你加入了这个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东西，你的观点、你的故事、你的分析、你的创意。举个例子让你更加有感，假设说你做了一支影片，分析的是《鬼灭之刃》里面的炭治郎的领导力，从他带领同伴的方式带出现代职场里面的沟通策略。那个 IP 是起点，但是你建立的那一套分析的框架，那些连接，那个观点是你的，这个就是转化。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剪了一堆炭治郎他的名场面，然后配上你最喜欢哪一幕留言告诉我，那这个就不是转化，而是搬运，只是搬的比较有礼貌而已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自我测试，把影片里面所有借用的内容全部拿掉，还剩下什么？如果说还剩下有价值的东西，那么你就是在做转化。如果什么都不剩，那么你就等于是在别人家的客厅里面办活动，然后收入场费。还有一点你需要知道，就算你做到了转化，版权方随时可以来追你的收益，而且不需要提前通知你。这场仗你要打可能很漫长，非常耗精力，更耗钱。我曾经认识一个创业者，频道做了3年，某一天突然被版权方提出了 Content ID 的申诉，过去几个月广告收益全部被转走，3年的心血就这样没了。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有真正稳定的长期的被动收入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建立在你自己的品牌和原创的内容上。这听起来很老套，但它是唯一能够让你真正安心的路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你的内容有形式但没有灵魂。这个原因更加让人心疼，因为中招的创业者往往是真的非常努力的人。我在辅导学员的过程中遇到过不少这样的实例，他们的影片制作品质很高，发布的频率很稳定，缩图也做得很好，但就是迟迟无法突破，或者突然被取消盈利了。而且最崩溃的部分就是他们完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 YouTube 它的盈利政策里面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忽略了，内容应该是为了让观众享受或者学习而制作，而不是以获取观看次数为唯一目的。这句话乍看一下好像是废话，但是它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。 YouTube 它在问的问题是观众看完你的影片带走了什么，一个笑声，一个
个启发，一个他原本不知道的方法，一个看事情的新角度，任何东西都算。但是如果说你的影片每一支格式都是一样的，长度都差不多，视觉风格高度相似，而且发布的频率非常高， YouTube 的系统很可能会把你的频道判定为是内容农场。这里我要说一件我自己的亲身经历。我刚开始做频道的前几个月，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一个陷阱，我开始为有影片可以发而做影片，而不是为了我有什么值得说的而做影片。那段时间我的影片的数量很多，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，那些影片都是空的。我在里面说了很多话，但是如果说你问我观众看完之后会记得什么，我是说不出来的。后来我就强迫自己在每一支影片开拍前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观众看完这支影片只能够记住一件事情，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如果我答不出来，我就不开拍。这个习惯改变了我做内容的方式，也让我的频道开始真正成长。回到正题，这不是说高频发布是有问题的，也不是说保持一致的风格有问题。问题在于，当你的内容被系统扫描的时候，它看起来是跟那些纯粹为了流量而生产的 AI 劣质内容长得一模一样。现在 AI 工具这么发达，一天产出10支影片根本不难。YouTube 它知道这件事，所以他们的系统就在主动的去辨识那些看起来是用 AI 批量生产的频道。问题是，如果说你的频道恰好是在某些维度上面跟这些频道长得很像，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会被误伤。这里有一个很实用的自我测试，把影片所有的视觉效果、音乐、剪辑全部拿掉，只剩下你说的话，还有东西吗？如果有故事、有论点、有观点，你就有一支真正的影片。如果说没有，那么你拥有的只是一个精美的外壳，里面都是空的。内容是肉，制作是皮，皮再漂亮没有肉， YouTube 也是不买单的，观众也不会记得你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情。我有一个1对1陪跑的学员 Jennifer， 她在2个月前开始跟我合作的时候，频道已经有在做，但是频道才50个订阅，发了4部影片，但是一直就卡在30到40的观看量，自己也不确定频道的方向。那就在前几天呢，她传讯息给我，截图是 YouTube 的恭喜通知，她已经是 YouTube 的合作伙伴了。她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我看到的时候呢，说实话比我自己达到什么目标还开心，因为 Jennifer 她做到的不只是通过了门槛，她是用对的方式做到的。从频道定位、内容策略，再到每一支影片背后的逻辑，都是扎扎实实的建立起来的。这种基础才是能够走长远的基础。如果你也想用对的方式去把频道建立起来，不只是去通过盈利，而是从定位、内容再到变现，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，那下面有30分钟的免费预约链接，我们可以先聊聊，看看是不是好。第3个原因呢，就是你建立了一个人，但是那个人不存在。近2年，随着 AI 影像还有语音技术越来越成熟，有一种频道开始大量出现了，他们创造了一个完整的虚构人物，有名字、有脸、有头衔，比如说医学博士 Jay 或者金融专家 Michael， 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来建立和观众之间的信任感。我要说清楚，无脸频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 AI 虚拟替身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自己也很支持创作者用 AI 技术来降低制作门槛，但是用一个假身份来伪装成真实的专家或者权威人士，然后针对不熟悉 AI 技术的族群，比如说中老年人，来提供医疗、财务、法律相关的建议，这不是创意，这欺骗。而且说实话，这种内容让我很生气。我在帮助华语创作者成长的过程中，最核心的一个信念就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信任是一切的基础。你可以不露脸，你可以用 AI 辅助，但是你不能够欺骗看你影片的人。一旦这条线被越过，整个创作者生态就会被污染。广告主开始不信任 YouTube 开始对于所有的创作者更加严格，最后受害的是那些真心在做内容的人。YouTube 它是有专门的政策来处理这类的频道的，而且执行的越来越严格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细节，你不需要做到明显是假人才会被怀疑，只要你的频道让 YouTube 无法确认背后是有真实的人在负责的，那么你就已经处在危险地带了。想想看，如果说在你频道里面全程都是 AI 配音，没有任何真人声音的痕迹，所有影片都是 AI 生成的头像或者是纯素材的剪辑，没有任何地方能够让观众感受到
这后面有个真人在思考在创作。那不管你的内容有多好， YouTube 都会对于你频道打一个问号的。真正能够长久经营的无脸频道背后都是有一个真实人留下的痕迹的，可能是你独特的说话方式，可能是你分享的亲身经历，可能是你对于某件事情非常个人化的看法。这些东西 AI 是可以模仿的，但是很难去复制。而那个模仿还有真实之间的差距，观众是感受得到的， YouTube 的系统也是感受得到的。 YouTube 需要能够指着你的频道说，这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人，对这个频道里面的所有内容是负责的。如果你的频道无法通过这个测试，不管那个 AI 替身做的多逼真，你的频道都是显得可疑的，而被取消盈利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好，看到这里，我给你上传前必做的自我检查。第一个，所有权的检查，把影片里面所有建模素材拿掉，还有影片吗？没有的话，要怎么做更深度的转化？要么重新规划内容方向。第二，校准检查，把视觉效果砍一半，只留下你说的话，还有故事吗？还有观点吗？没有的话，先补内容，再谈制作。记住，内容是肉，制作是皮。第三，真实性检查，一个陌生人逛了你的频道10分钟，能够判断出背后是有真人的吗？不能的话，加入更多真人的痕迹，你的声音、你的经历、你的观点，这些都算。这3个检查现在你都知道了，如果你能够自己执行，那太好了，去做就对了。但如果说你是那种有专业能力，想要用 YouTube 建立起个人品牌，或者频道里面有流量，却一直不知道怎么去把它变成真正的收入，想找一个人来陪你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对做成，那我有一个1对1的陪跑服务，专门为这样的人而设计的。在影片下方我会提供30分钟的免费预约链接，我们可以先聊聊，去看一下适不适合。好，现在你知道怎么去保护你频道的盈利资格了，但是很多人做到这里还是会遇到同一个问题，影片在上传之后观看数挂零，其实不是你的内容不好，而是你频道本身是有些错误的，让你影片在还没被人看到之前就已经没有机会了，而这些问题 YouTube 它是不会告诉你的。那我的下一支影片呢，就在讲这件事情，你现在可以点进去，先把这些坑填起来，你的每一支影片才会有真正机会被推出去。